我觉得该有的东西都有给你，会让你觉得它就真的是在开一台新世代的车子，这样就是抬头显示的功能。投影在上面就是你不会走错路，然后再搭配那个 AR 扩增实境。官方数据来说啦，如果用这个最大里程啊，它的里程数可以增加20%。所以620%直接到700。我想说，我靠，如果是我这样开，膀胱早就焦虑了，开了500-600公里。Hello， 瑞许安妮频道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内湖的 BMW， 刚好遇到他们的3系列啊做展览啊，我觉得好酷。我刚刚看到一台古董的3系列，那台3系列应该比我年纪还要更老。不过我们今天的目的呢，不是来试驾油车的哦。大家都知道我是电动车的爱好者。前阵子呢 ，BMW 啊在他们的品牌旗舰里面出了一款新车哦，叫 iX。那 iX 呢一向定位就是他们电动车的旗舰的车种，所以今天很荣幸啊，我能够来到内湖这边，受到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邀约，来内湖的展间试乘我们的 iX N Sport 的版本哦。那我们就让我们的志远来跟我们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Hello。对，志远你好。对，这台就是我们最新改款的小改款的那个 iX， 然后它是 Excellent 版本。对，那前面还有一台就是 N Sport 版本。对，那因为 N Sport 版本那台卖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看这台车。插在外观上的一些套件上的。对，就只有外观的不一样。只有外观不一样。像可以行驶的里程数啊，增加到602，马力的话有增加到400匹。对，这都一模一样。对，那可能就是外观的那种感觉会不太一样。一个是运动版本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有看了很多媒体的试乘的介绍嘛。对。然后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自己吓大讲说，哇，这台车这一个300万上下很有竞争力的里程数增加了好像100多公里，对不对？说它的那个能源效率变好嘛，原因是有2个，一个是逆变器是用碳化系的，就是一个升级，那它的效率听说可以提升5到10% 啊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，我只是看到数据是这样说。另外的话还有热泵 heat pump， 旧的车子都没有 heat pump 嘛，那 heat pump 这个技术我觉得比较普遍，一开始在应用的时候看到在特斯拉的车子，它可以让本来空调产出来的热回流到你的那个车子的内循环里面去，比如说加热电池啊，电池它的工作温度其实是有在一定的这个区域里面，不管你要充电，你要再让它释放出更大的能量的时候，都是有一个适合的工作温度的，所以这个热泵对电池的整体效率来讲很有帮助，电池的密度也有提升，所以这台车它的重量好像差不多，可是它到100度了，100度，然后可以跑602，对吧？以前只有400。我今天来试车之前的时候，我看到 DD Car 这个媒体测试嘛，它从台北一路开国三，开到台东去，然后我想说，我靠，如果是我这样开，膀胱早就焦虑了，开了500-600公里，天哪！但它中间有停休息站。以现在整个用车的环境来讲的话，随便像 iX 这样子可以跑到500公里以上的车子，那真的是在台湾根本不可能会有里程焦虑的问题。其实以前400多的时候，你可能开到高雄、台南啊，可能还会有一点焦虑，因为开下去可能真的80%。现在你开下去，就算开到饭店再去充电，也都 OK 了，你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对啊，甚至去山上你也不用担心会没电。它其实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里程数太少。那个时候是不是如果要到500公里以上的话，要买到那个 N50嘛？我那现在刷开400多万哦，400多万。科技不断的进步，从以前的车到现在，科技配备内容的东西是我感觉最有感。以前最一开始的可能自动停车、自动倒车，你还要自己去手动操作。现在真的一颗键按下去，哇，它就帮你停到好。下雨天或者是太阳很大的情况下，它在停的时候都停得很丝滑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点是我觉得自己蛮认同的啦。你之前的时候不是我们去交朋友的车 iX1 的时候停的就是哇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毕竟 BMW 它是有传统的制造车的经验嘛。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先撇开不管。如果是以传统造车做到电车这一块来讲的话，我觉得 BMW 的科技真的很不错。现在是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通电就雾化了。它主要的功用只是说让它变黑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隐私的功用，它真的有就是隔绝紫外线，或是不用放这样的功能吗？有。真的不用放遮阳帘，对吧？真的哦，因为像 BMW 其实它的车顶玻璃式车顶，它的厚度其实真的很厚，我觉得它至少有2到3层的玻璃，就是一层玻璃，然后一层类似像隔热纸的功能，然后再一层玻璃。像这种大热天可能36、7度，你放在外面，你上车去摸，其实它不是烫的，它是温的。这台车，你看它那个就是有金边啊，你看到那台 iX 有金边嘛？所以我就说那是不是 Excellence 都是那个有金边的。我今天早上有看一下新路，它现在都改成黑化，都黑化了，对，都黑化，所以不会有金边的。看得出来，就等于是哪些是有小改，哪些是之前的款式，一定看得出来，光车头灯就不一样。对啊。我这边还是要说一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 iX， 因为它这是用 N Sport 的翼子嘛，包覆感真的很不错，尤其是它这个腰靠的部分，就是很舒服这一块地方它给你的支撑就是很多，手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有皮革的，中央的扶手这边是皮革，这边地方也是全皮革包覆的。因为这个车价不一样啊，这车价300万起跳的，像我自己家里面开的那个7嘛，它这边就是硬质塑胶，跟这种皮革的感觉上起来是质料跟质感就真的完全不一样，一定的，300万的车该有的样子。毕竟做的还是要舒服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水
机的座椅调整有一点点突兀我很少看到车厂坐在这边，大部分都是放在那个椅子旁边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椅子跟旁边的车板它的间隔好近，它是不是要提供一个很像是全部都被包覆的感觉？基本上手是伸不下去的，除了前方的放置杯的地方位置。这个地方我解释一下，我觉得它当初会这样设计，第一个就是质感好看，它是设计一个水晶的套件。第二个，因为电动车其实它的马力比较大，相对来说过弯啊、操控性它必须要比较包覆。对，那像以往 X5、X6，包含 iX， 它其实在前2个座位的驾驶舱空间会感觉比较小一点。可能你在开一些山路，可能左弯右弯啊，因为休旅车相对会比较晃，让你固定在驾驶位上。我觉得这个车内的坐起来的感受度来说的话，是真的很不错。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头的这个靠的地方真的很舒服。这边如果再来一个枕头啦，就完全刚刚好这样。这边来一个颈枕，很像飞机那边弄个颈枕，哇，舒服。刚好原厂有出一个枕头哦，真的哦，对，它就合在那个上面。对啊，这边真的是只要在一个枕头就完全 OK。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客人会问你说这台车跟 X5 之间的一些差异？你现在是要问油车跟电车吗？对啊，或者说比如说空间啊、配备啊，或是各方面的东西。首先你可能要选电车的几个要素啊。第一个就是你不会有里程焦虑，对你可能开到你还有100公里甚至50公里的时候，你不会有焦虑。第二个就充电对你来说不会有不方便，因为现在其实真的快充都很快，你在20几分钟你可以充10%充到80%，然后手机又很方便，第三方充电又很多，基本上都很方便。是啊，对，就跟加油站一样。没错啊，对啊，然后你可能充个电下车上个厕所，回来又有40%。买电动车首要条件，你可能就是这2个东西你不会有那个疑虑，你就是非常适合电动车。就是汽油车开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，因为电动车真的很安静，那汽油车开起来还是比较有那种自己在开车 power 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电动车就是科技感居多，两者是非常不太一样。共用的整体的 BMW Drive 界面都是一致的嘛？共用的东西的话，应该就只有这个界面是一样的。8.5 的 OS 是一样，因为像 iX 它那时候设计的是 BMW 唯一一台纯电平台，它不会有汽油车。第一个空间感很好，第二个科技感 ，BMW 最新的科技都在上面。第三，政府也有在辅助电动车。从规格的配备来说 ，iX 可以卖到330几万、360几万，X5、X6基本上都是接近400、390几。因为税的关系，主要是货物税减半，不然它这个级距可能放到 X5、X6上面，一定是破400。它的科技的配备就是会更多一些。我觉得它有几个点是我看到 BMW 有进步，那个逆变器、热棒。然后电池放大。对，其实 BMW 它设计车子是这样，我有新的产品，我先放上去，它一定有经过它的一个检测，这产品是没有问题，没错。然后再逐年修改，就包含以前的引擎也一样，B38、B48引擎，最一开始版本可能在2016年就有了，到现在的车也都是用这2颗引擎，但是它经过不断的改良，包含它的油耗啊、它的良率啊，它都去做修正，所以一代比一代更好。那电动车现在也是一样的方式，所以有点像是 iX 就是在 BMW 电动车里面的一个指标，然后它会把一些最新的科技放在 iX 的这台车上面，逐年的不断的进步，然后去改变。接下来的每一款车全部都会这样。其实这样讲话，应该可以预期未来的 i1、iX2、i3、i5这些所有系列的，慢慢都会有这些东西的科技。iX 就是最新，所有的东西都先给你。像 iX 嘛，接的就是 i5。i5 的逆变器也已经变了，里程数也都提升，只是现在还没有下市，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进来。什么很酷的功能？像我们买 Mode 按下去，对，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模式。你看到这个启动最大里程，按下去，它可能会限制你的最高的那个功率啊、气啊，或者是说灯的亮度啊，去做一个节能，增加到你的里程数上面。但它实际上是可以破600。官方数据来说啦，如果用这个最大里程啊，它的里程数可以增加20%。所以620%直接到700了。你刚刚按下去之后，我觉得冷气有变得功率也比较低，对，最大续航里程啊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可能就是用在比如说你的电池真的快没电了，你的里程数真的接近可能5%了，那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最大里程，然后去找可能充电站呢，它就像运动或什么不同，它就是根据不同的心情可以自己去做这样买 MOS 去改的。应该说前面3个这一般嘛，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都是个人专属。对，那运动按下去的话，它就是马力啊那些都会，而且还有声音。对啊，这个心力马力感觉很爽。对，它实际上它的油门反应会变得更灵敏。方向盘会变得更重，然后让你去操控，然后节能就是可能塞车的时候，或是你刚好觉得，你可能距离充电站还有一段距离，你想要省一点它的能源，让它开久一点，让你觉得说你这样到那边比较不会里程焦虑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用跃动的模式，椅背后面的按摩椅都跟着放一些音效，真的是太特别了。这个车是前后2个座椅都按摩，后排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主要是主驾跟副驾，但是一边坐车还有按摩，这目前开电动第一次开到按摩座椅的。我现在开始在试开的时候啊，发现我很喜欢
欢这个前面的抬头显示仪，因为它打的那个符号还蛮清楚。它是不是连那个导航的东西在前方挡风玻璃都会有？这个功能我算是很喜欢的。它现在还会告诉我说，就是车道，它这个车道怎么知道说哪边是前进左转或前进右转？它是根据图资去给的嘛？根据导航图资哦，所以它连速线这些东西是 BMW 本来的这个图资里面有，高度啊、亮度啊这些都可以从里面去调整，座位的姿势它都可以去配合你。其实 HUD 有些时候这种显示的东西，它如果能够很清楚在前面的话，其实很不错，因为你就不用看着这个前方这个荧幕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行车来讲是比较安全，而且它是有点像是 AR 扩增实境的方式去做处理，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因为特斯拉没有，当然我们家人气那么便宜的当然不会有了。我会觉得这个蛮喜欢的。觉得有个好处就是，比如说你上面设定导航仪表板的话，你就可以设定像跟车的模式。那个时候看到就是媒体上面在拍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假设我们今天有导航，你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，它也会直接秀在上面。这个导航整体来说的话，对于我们整个在使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方便。不是只有你的语音提示，除了语音提示之外，它还有多了这一个导航的，就是抬头显示的功能。从你在上面就是你不会走错路，然后再搭配那个 AR 扩增实境，就是即便连那种上下交流道啊、大路啊，这超重要的。他有时候讲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法判定说到底他讲的是哪一条。有4大功能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刚刚打右转灯，如果后面有不能过的时候，它会抖方向盘告诉你说你不能过这个动力嘛，动力不用我说，就是随踩随到。电动车开习惯都这样觉得，这才是车该有的样子。这个版本的话 ，iX45 它马力变408匹。是不是比上一代的扭力更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哇，扭力多60次。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，电动车为什么要把扭力或马力做那么大？我觉得除了它的特性之外啊，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紧急状况的时候，你要脱困，或者是你就是临时那个时候当下你可能真的需要动力给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电动车的好处，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没有信心。目前 iX 这个等级没有打算想要做像 X7 这样的一个等级，就是5+2的这种。应该这么说 ，BMW 每一款车之后都一定会有一台电动车。其实国外有很多像 X3 啊，或者是 X5啊，其实都有电动车。就是 iX3 或者 iX5，它可能研发的方式不一样。像 iX3，现在的版本它是中国制，台湾就不会进了。之后可能明年年初会发表一个新的，那个就是德国制的，完全不一样的价格。像 BMW 它都一直在做创新突破。电动车其实现在它还不是一个就是完全体啊，我自己认为对，那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区间，对，比如说像现在的电池状况，其实600公里应该就是600左右的里程数啊，就是现在电动车的极限。还有就是它的马达，它的一些周围的配置，现在目前应该就是已经最完整的状况。对，那当然后续可能5年、10年后，它会研发出可能不一样的电动车，比如氢气，比如说干式电池。那当然，那个时候又会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没有错，应该说就现在能量密度来讲的话，600公里左右，车子的重量、性能、它的整个平衡来说，还有它的电池搭配的越多，那就越贵嘛。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在这几个之间去做的一个平衡。现阶段电动车来讲，比如每台车都要抓1000公里，这个我觉得的确不太切实际。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环境相对来说，我自己觉得蛮适合电动车，因为其实台湾开的那个里程不太可能你一天会超过200-300公里啊，很少这种情况。那基本上一台车只要你的一趟下来的行驶里程接近500公里左右，我觉得都很够用。其实不太需要说一定要可能600啊、700以上。第一个车子变重，价格变贵，电动车啊，因为它的科技配备会一直往上叠加啦。那我觉得对于3C科技配备来讲的话，3-5年左右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比较大世代的一个更新。这台 iX 我那个时候看了媒体的报道，这个志远你刚刚跟我讲解一些东西内容，我就觉得感觉上起来外观看起来都是个小改，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是大改，扭力啦，它的续航的里程啦，都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明显十足进步的一个改款。以前可能E70或者是 F4代的车子，就 E model 的车跟 F4代的车，你开起来感觉会差不多，不然可能科技配备内容360度环境有跟没有，真的会差不多。但现在所有车都给你标配了360度环境啊，抬头显示器啊，然后雷达啊、ACC 啊，全部都是最好的。这台车即便只是标配而已，我就觉得那个科技的感觉跟那搭载感觉觉得非常的好，就是都融在一起了。你就觉得说它不会有些镜头，比如说特别的不清楚，对。然后还有像是你看它这 AR 的那个实境，它连前面的车距都告诉你，就觉得该有的东西都有给你，会让你觉得它就真的是在开一台新世代的车子这样。
而且它不是说只有这台车才有，是所有系列都有，所有系列安全系数都一模一样，所以不会因为你今天可能买100多万的车，安全度就不够，不会，它一样是一个钣金很硬，安全性很好。如果今年度啊，就是Tesla 是进口的电动车冠军的话，我相信第2名是 BMW， 不会是其他厂家。对，我蛮有信心的。我觉得这个如果 iX 系列或是 iX1、iX2 都有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蛮多车主他上来之后感受到这些配备之后会蛮喜欢。我自己觉得他接下来会做就是说，假设我们今天这台车啊，不管是汽油车或电动车，它的配备都很齐全的情况下，它会开放一些系统，比如说它之后开发的系统，它会摆在云端上面，对，那你可以去下载。哦，当然有些要钱，有些不用钱。配备内容够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从云端商店下载下来，这就有了。之前有人在讲 BMW 有这个 OS 加一个 Air Console， 可以拿手机跟副驾正驾驶还有后面的小朋友可以一起玩游戏，这台就有了 OS 9的车，就是下一代的 OS， 整个的扩充性、丰富度能够更好。而且 BMW 也是一直就是做电动车开始就有 OTA 了，就是所有系统都可以直接这样做更新。我觉得其实这些理念跟坚持都是对的。这样 BMW 有钥匙的整合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用 iPhone 啊，然后或是手机直接当钥匙，然后可以控制车辆啊这些东西，这 BMW 也有做。所以我就觉得 BMW 真的在电动车这个设计上面来讲，不得不说真的很用心我真的是这样觉得，就 BMW 真的也是吸收了很多很棒的日月精华放在这里面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有在学习的，学习方向都是好的。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，我都是好事啊。我就是想要一台这样子的车子给我的，然后我就觉得appreciate， 我觉得很棒。像这一次我试驾了 iX 嘛，然后还有上一次的时候陪我朋友来交车。那上次这样试完，跟这一次这样试完之后，也更让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 BMW 的车很不错尤其电动车我觉得很不错，真的很值得推荐。如果真的对于像特斯拉这样的设计，就是过于简化的设计无法接受的话，我真的觉得 BMW 是非常好的选择。App 上面有整合像是充电站、充电资讯，对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对于这个电动车要使用的人来讲，就还蛮重要。还有一些车辆的控制，对。有远端开冷气啊，这不都是上车吃完饭之后非常需要的功能？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，互联驾驶这个部分，其实因为 BMW 它有些软体安全性的东西，它是有些是用军用规格啊，所以相较于可能其他厂牌等等的，它比较不太容易会去被盗用。因为这种软体的东西，你说真的知道你账号密码，就直接把你车开走的也有。对，它有些加密的档案，包含说它的一些认证方式，它就会变得比较复杂。可能被盗用的风险相对来说少很多。换新歪，我们试驾完成了。今天感谢志远呢陪我们做了一个试驾。那大家有发现我的衣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我们其实试驾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啦。因为我前阵子的时候已经先完成试驾，今天来补拍一些画面，还有开头跟结尾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 iX 是一台非常非常棒，而且很均衡的一台 BMW 的电动车的新作对，那志远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台车就要做个补充？因为我看这台车最近好像询问度很高，而且也是蛮夯的。因为像iX的话，它里程数变长，所以购买的人意愿又更多了。所以要买的话要赶快我觉得对于这个300万的机具来讲的话 ，BMW 真的交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值得你去试驾的电动车那如果大家想要来试乘，记得来内湖的找一下志远吧。那我会把志远的联络方式留在影片的下方，对，大家可以过来找志远一起做试驾。那我是瑞奇，他是志远。那我们这部影片到这边，今天在讨论的东西不在讨论车子，在讨论这个摄影机。这台帮大家拍的摄影机在车内的呢，还有现在在拍的东西就是 Insta360X5，在跟志远讲说这台怎么样能够直横都拍，然后先拍摄后构图。刚刚有些功能他也觉得很有趣，等一下的时候我在手机再编辑给他看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呢相机很适合，如果大家在 vlog 啊要出去玩的时候，不想要拿那个大炮那种相机感上起来危险性很高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拍，可是拿这个一根杆子，然后一个小小的相机，我觉得那危险度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。然后加上它现在的感光元件的设计啊，其实真的很适合白天晚上都 OK。